娘，我是你亲生女儿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怪只怪你爹害死了你大哥，你挡了你嫡姐的青云路，为了你嫡姐的锦绣前程，你就安心去吧。不好了，小姐，三殿下将您的金耳环送回来了。我这是重生了，还是重生在了18岁？三皇子谢承礼将我的定亲礼送回来的那日，前世我被亲生母亲毒害，灵堂之上，阿娘披麻戴孝，转身却请道士做法，要我永世不得超生。这一世，我绝不重蹈覆辙。二小姐，夫人在东正院等着你，不必梳妆，即刻就去。走吧。怎么来的这么慢？不是让你不要梳妆吗？李嬷嬷传完话，我便来了。阿娘可问她，你姐姐今日落水受了惊，这才唤你来。落水最伤身，姐姐该请大夫细诊。魔像郑员外家的女儿，落水后伤了根本。母亲，你看她。大夫看过了，无大碍，只是她被人救起，难免肌肤相侵，名声受损。最好的法子是嫁给救命恩人。姐姐与恭亲王有婚约，京城皆知。此时生变，旁人只会说姐姐嫌弃恭亲王。正因她有婚约，才要同你商议。那该请恭亲王府商议。阿娘让我来，是为何？救你姐姐的人是三皇子，幸好是自家人。此事还有回旋，你素来懂事，不如你们姐妹婚事对调，她嫁三皇子，你嫁恭亲王。恭亲王是大皇子，身份尊贵，你嫁过去便是王妃，只会享福。你莫要闹，你姐姐和三皇子有了肌肤之亲，名声受损。你还未嫁，换个人也无妨。能嫁恭亲王，与你是大好事。阿娘说的极是，我嫁给恭亲王，姐姐以后见我便要唤一声嫂嫂，确实委屈姐姐了。你羞不羞？我是你长姐，竟让我叫你嫂嫂！阿娘要我们换亲，我嫁恭亲王就是三皇子的嫂嫂。姐姐不愿这样称呼，难道是不想嫁三皇子？你姐姐当然要嫁。太后传了懿旨，等会儿我进宫言明，就说你主动同意对调亲事。事关我的终身大事，我想亲自跟太后娘娘说。万一你进宫后反口呢？阿娘，不要让她去！姐姐不是与恭亲王感情深厚吗？若我不答应，姐姐照旧嫁去恭亲王府，也仍是好事。姐姐在怕什么？你姐姐谨遵女德，只是怕名声受损。你既答应，必不会变卦。你想进宫亲口说也好。李嬷嬷，去把那套红宝头面拿来给阿月，我的女儿就该美美的进宫。阿娘对我真好。阿娘，真让她跟着进宫，她若反口怎么办？放心，她性子柔弱，对我言听计从，由她开口，皇后娘娘怪不到你头上。臣妇见过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免礼，起来吧。三皇子既救了白小姐，名声总要有个交代。只是两桩婚事皆是圣旨，还需太后娘娘定夺。哀家不拐弯抹角。白夫人，事已至此，你有何想法？臣妇这2日惴惴不安，大女儿名声受损，小女儿婚事也被牵连，手心手背皆是肉，臣妇实在为难，想听听他们自己的意思。臣女也不知如何是好。阿晴这2日以泪洗面。阿月，你说说你的想法。既然姐姐和三殿下已有肌肤之亲，臣女愿成全他们。臣女敬重仰慕恭亲王，愿嫁恭亲王为妃，望皇后娘娘同意。你长姐与承礼婚前有了肌肤之亲，再嫁景耀却是不同。难得你有此心胸，本宫愿成全你。贵妃，你觉得如何？承礼本是旧人，却担了污人名声的舆论，既已有肌肤之亲，理应负责。本宫同意换亲。都是我的错，也怪臣妇管教不严。若不是阿月贪玩，阿晴为了给她剪发簪，也不至于落水。此事许是真是天意。阿娘是听谁说的？我只有一柄发簪，是吉逼那日您送的，如今还在妆匣里。姐姐怎会为我剪发簪落水？至于头上这套红宝头面，是进宫前李嬷嬷送来的，莫不是哪个下人乱嚼舌根，误导了阿娘，让几位娘娘看笑话了。臣妇听信府里下人的话，回去必会整治后院。月月今后要入恭亲王府，念你母亲操持府中忙碌，稍后从哀家这里挑几样头面，就当吉犀礼。阿娘，我能拿吗？哀家赏你的，便大大方方拿。白夫人往后也该多关心月月。白夫人忙到顾不上月月，却记得给长女置办头面。她要嫁给本宫的皇儿，你如此疏忽，是对本宫有看法？臣妇不敢，只是府中事多，又思念长子，才少了心思。阿晴那些都是出事前备下的。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抬爱，阿娘平日待臣女很好，方才臣女只是怕守孝期失礼，才多问一句。
臣女与姐姐换亲，有个不情之请，婚期可否推迟？皇家婚期岂能说改就改？莫不是你不愿嫁给本宫的皇儿？臣女尊重恭亲王，很想早日嫁过去，只是成亲日近，阿娘先前为姐姐备嫁妆，臣女这边怕赶不及。既然换亲，嫁妆也理应换给月月。程理和以晴婚期未定，还有时间准备。月月先出嫁，这份嫁妆便给月月。臣妇原本也是这样想的。多谢太后娘娘、皇后娘娘，多谢阿娘。爹爹不在家，阿娘照顾偌大府邸又操心婚事，臣女不忍，恳请皇后娘娘派位嬷嬷帮衬。臣妇再累也能坚持。月月唐突娘娘失礼了。你方才说府中繁忙，忧思在心，月月都看在眼里。她孝顺，本宫便派嬷嬷去帮你筹备婚事。白希月，你今日在宫里好大的本事！阿月，为娘担心你骄纵，才从不带你进宫。今日你一进宫就失礼，回府去祠堂跪2个时辰，晚膳也免了，禁足海棠院直到出嫁。阿娘，女儿不知错在何处，是答应与姐姐换亲，还是心疼阿娘辛苦，请皇后娘娘派嬷嬷相助。若嬷嬷见女儿跪祠堂，回去说了什么，叫皇后娘娘误会阿母，女儿也会心疼。罢了，娘的话你不听，今后嫁进恭亲王府受了委屈，可别来哭诉。听说将军府真换亲了，竟把次女送去恭亲王府，皇后如今连准儿媳都保不住，咱们该去给贵妃娘娘道喜。母妃，婚事商议的如何？怎么，你就这样中意白以晴？白以晴容貌才华皆在贵女之手，家世也好，娶她比娶白希月合算。你见过白希月？退了这门亲，你当真无悔？见过，母妃何出此言？儿臣不会反悔。论身份名声，她却不如白以晴。既然你有主意，换亲也算好事。以后还请母妃多召以晴进宫，她性子柔软，又经此事，难免不安。她落水真以为只是碰巧，临近成亲，偏偏由你救起。她未出阁，最重名声，母妃不拿后宫心思揣度。贵妃娘娘，其他宫的娘娘求见。行，本宫知道了。迎客。娘娘，他们明着去翊坤宫道贺，分明是不把您放在眼里。娘娘是一国之母，何必同一群趋炎附势的人计较？真计较起来，岂不忙坏了？你最知道怎么哄本宫。老奴说的是实话，碰巧入了娘娘的耳。换亲已成定局，皇上不日便会下旨。你替本宫去将军府为月月备婚。娘娘身边离不得人，老奴怕旁人伺候不周。他们伺候本宫多年，懂规矩。月月更需要你，先去恭亲王府把此事告知景耀。老奴明白了。王爷还是毫无进展吗？还是老样子。白家大小姐落水，名声有碍，太后、皇后和翊坤宫都已允了换亲。往后嫁入王府的是白家次女白希月，也是你们的主母。王府早些准备迎王妃进门，若缺什么，我回去转告娘娘。王府明白，会按娘娘的意思准备。王爷，白家长女设计退婚，换了次女来，他们真当您昏迷便可欺辱，可要属下阻止。她也是白将军之女，白家为朝廷折了男丁，不必为难她。母后既允，便照母后的意思迎亲。可她若也嫌弃王爷呢？本王如今是昏迷之身，人人避之。她肯嫁来不踩一脚，已不算坏。另给她安排院子，她守本分，王府便给她安身之地。属下明白，只是娘娘挂念您，真不能告诉她您已醒。时候未到，不告诉她也是护她。小姐，他们又不等您。习惯了，回府后才是真正要应付的。儿媳给母亲请安，今日太后传旨，召我们进宫商议婚事，回来便来禀母亲。孙女给祖母请安。母亲，您慢些。阿晴和大皇子的婚事也近了，是该商谈细节。祖母，如今嫁给大皇子的不是孙女了。天家赐婚，百官见证。如今说不做料，莫不是欺我将军府无人？祖母，是孙女嫁给大皇子，如今应称恭亲王。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该嫁三皇子，阿晴才嫁恭王爷。都怪我平日太宠阿月，她在太后、皇后、贵妃面前说仰慕恭王爷，执意要嫁。她还向太后讨赏，向皇后讨嬷嬷，9名白家男丁拿命换来的皇亲。若被她闹得天家艳福，我如何对得起他们？皇后派嬷嬷入府，府里女眷的一举一动都落入宫里。阿晴和二房阿兰还要嫁人，名声怎受得住？来人，将阿月押去祠堂，让她跪在叔伯兄长牌位前认错。去祠堂也好，正可让叔伯兄长知道他们的牺牲得了皇家认可。太后原要赏孙女头面，孙女只求太后亲抄经文，供在叔伯兄长牌位旁。太后说孙女孝顺，有将军府气性，另赏了这块忠勇金牌。
这是先皇忠勇令牌，天下只有3块，太后怎会赏给你？阿娘说我失礼，辱没叔伯兄长宫女，孙女也不明白错在何处。昨日姐姐落水，被三皇子救起。阿娘说有了肌肤之亲，恐误名声，最好换亲。孙女不忍阿娘为难，也不忍姐姐名声受损，便愿嫁给昏迷半年的恭亲王。太后因此赏了这块牌。恭亲王昏迷半年，阿晴昨日落水，又被三皇子所救，这么大的事，你为何不告诉我？母亲身子不好，而且不忍您操心。阿晴原也愿嫁恭亲王，落水牵扯自家人，说清便罢。若非阿月在宫里开口，我也不会扰您清静。祖母，是孙女让阿娘瞒着您的，孙女只盼您康健，委屈些也不妨事。三皇子退回我的定亲礼，信中写明他与姐姐情投意合。若是我误会，趁旨意未下，还来得及说清。是你们要阿月换亲，如今就跑来我这里说他不是了。近来思念长子，忧思恍惚，许是我记错了。阿月，娘若疏忽你，你别怪娘。阿娘辛苦，我才请皇后娘娘派嬷嬷来帮衬，又怎会怪你？好女儿，换亲继承，皇后派嬷嬷来是重视阿月，你管好府里的人，别让嬷嬷看笑话。儿媳明白。好孩子，皇后娘娘的嬷嬷何时来？孙女也不知。祖母放心，孙女会安心待嫁，不叫外人看将军府的笑话。怎么不坐下吃？今日连肉末都没有，膳房这是明摆着欺负人。小姐，奴婢有个同乡在膳房摘菜，不如奴婢去求他，偷偷送些肉来，送得了1次2次，能次次送来。坐下吃，平日怎么吃，今日就怎么吃。等会儿会有人送好东西来。老夫人怕二小姐来回跑，遣老奴来取忠勇令牌，供奉祠堂。有劳嬷嬷，我刚同叔伯兄长说完话，正要用完膳送去。银珠，取令牌。好了，慢慢吃，不急。回去吧。老夫人，老奴去海棠院时，见二小姐和3个下人同桌用膳。阿月性子软，不什么大事随她。不是这事儿，他们桌上只有3碟青菜，半锅清粥，连老奴吃的都比那好。正事是她生母未必会苛待，许是管教的小惩罚。母女间的事，我们少插手。不过她快出嫁了，不能饿着。你去膳房就说我要用膳，领了送去海棠院。老夫人今日吃斋，膳房做多了，特让老奴送来给二小姐，替我谢过祖母。嬷嬷若不嫌弃，也坐下一起用些。小姐，您怎么知道老夫人一定会送吃的来？自然是老夫人心疼小姐。老太太还是公道的，小姐快多吃些。娘，我一直同小姐妹说那些嫁妆是给我的，如今全给阿月，他们定会笑我。一个武夫的女儿，粗蛮俗气，也配不上那些好东西。放心，嫁妆我会想法子遮过去。可皇后娘娘要派嬷嬷来，有她的人在，怕是不容易。这白希月越帮越忙，我打理和府上下好好的，何须她请皇后派嬷嬷来？将军府害得我连儿子都没了，我绝不能再让他们害你。可怜兄长不习武，还是被白将军拉去战场，战死疆场。白得意的女儿，休想从我这里得好处。先看看皇后派来的是谁，再从长计议。又是谁惹你生气了？小姐，这分明是昨夜剩的，连守院门的旺曹都不吃过夜稀饭，在小姐面前说什么胡话？不用去，他们若怕你，方才就不会给这碗粥。我去祠堂拜兄长叔伯。青梅，稍后带着早膳来寻我。阿月谨记身为将军府后人的职责，若有朝一日需要我上战场，也必不丢族人的脸。小姐还未用早膳，青梅该回来了，不如先回去。你很早来了。祖母，睡得浅，醒来便想来拜一拜。祖母，是阿月挡着您上香了吗？没有，刚才听你说话，我才知自己竟不如你看得通透。奴婢见过老夫人，赵嬷嬷说小姐在祠堂，奴婢便把早膳端来了。祠堂岂可用膳？赶紧端回去。无妨，我也未用早膳，既来了就去我西正院一起用。你早上就吃这些？小姐在清简，小姐今早吃多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娘忙成这样了，连亲女儿的吃喝都顾不上，传膳食管管事来，再去请夫人。是。祖母，不是阿娘疏忽。兄长离世后，阿娘伤心，我不忍拿这些琐事扰她。祖母知道你孝顺，可你马上要出嫁，若让皇后娘娘的人看见，岂不成了将军府苛待你？孙女明白。
奴婢给老夫人请安。你在膳食部管事多少年了？回老夫人有6年了。6年的老人了。你说说，这是将军府小姐该用的早膳吗？许是误会，近来京中姑娘崇尚清简，底下人会错了意，才闹出乌龙。荒唐！我孙女都瘦成这样了，和清简？阿娘，一大早何事动怒？莫不是阿月不懂事？若惹您生气，重罚她便是。阿月乖巧得很，是膳房差事做得不好。你看看你闺女吃的是什么？奴婢没有苛待二小姐，都是清简的误会，求夫人做主。母亲，既是误会，让膳房改正便是。阿月，阿娘身子不好，你为一点小事惹是生非，非要气到你祖母才开心。祖母，是阿月不懂事，让您误会了。你是如何当人阿娘的？阿晴怎么不见你让她清简？同是女儿，难不成阿晴是你的，阿月不是？你想让皇后怪将军府苛待阿月吗？你日日说伤心，我看你越发风仪，受不了一点。该清简的人是你，你连这点差事都做不好，膳食本管事别当了，改去采买。往后二小姐膳食按份例来，再出错还追究你。慢，膳食房当不好，就去后院洗衣。你既说京中以瘦为美，今后早膳也一碗稀粥，瘦到我孙女这般再说。母亲，阿月向皇后娘娘讨嬷嬷一事，儿媳想来不妥，此时还未见人，怕娘娘心中不喜，不如咱们主动推了。此事是阿月求的，听听阿月怎么说。皇后娘娘贵为中宫，安排嬷嬷自有章法。若娘娘已安排，我们先拒，岂不更失礼？阿月说的不错，来了就帮阿月备驾，也替你减些事；不来也不必多想。那孙女也先行告退了。这回咱们再不用吃菜叶稀粥了吧？伙食不会差了，不过皇后娘娘的嬷嬷还没来。前世正是也是用一套首饰做局，正今日送来这套红宝头面，不过是想故技重施，再次栽赃我罢了。银珠，把这套红宝头面挑一半，送去二房给堂妹。这是小姐唯一像样的头面，夫人难得送来，怎么还分给二房？这跟嬷嬷有什么关系？你什么时候见夫人真心给我好东西？奴婢从小跟着小姐，确实没见夫人来过咱们院子，更别说送好东西。不属于我的东西，夫人会要回去吗？留着也未必是我的，不如趁还在手里，给二婶和堂妹送个人情。奴婢懂了，以后夫人要也不能去问二奶奶要，拿去给堂妹。你附耳过来，我教你怎么说。阿娘，谁惹您生这么大的气？还能有谁？白希月，她为几个下人闹到你祖母面前，叫我寒心。二妹不懂阿娘苦心，趁皇后的人还没进府，正该让她长长记性。刚换亲，你祖母正不满，我若再动她，只会惹人画饼。又不必阿娘出面，二房不正合适吗？你院里那些旧头面、旧衣裳，拿去赏给阿兰，再把皇贵妃赏你的头面晾一晾。我不要的东西给堂妹会不会不好？二房见了好料子，只会感恩。你两位姐姐都定亲了，接下来就该你。等会儿去你大伯母那儿坐坐，嘴甜些。女儿知道，母亲是想请大伯母替我长眼婚事。她是一品诰命，又长着将军府，认识的贵妇多。若她肯帮你，娘也就放心了。二奶奶，二小姐身边的银珠来了。这太贵重了，你家小姐难得有好东西，我们怎好夺爱？拿回去吧。二奶奶客气，小姐常念您小时候抱过她，给她糖人儿。三小姐也陪她玩，她说自己是姐姐，如今有了体面物件，理应照顾妹妹。若不收，小姐怕是要难过。难得阿月还记着，回
回去替我谢他。他近来可好？小姐挺好，劳二奶奶记挂。二姐姐还是这样好，小时候她有好东西也得分我一半。她是次女，本就不如你大姐姐得重视，难为还记着你。二姐姐和爹爹一样，都是排行第二，爹爹也不如大伯得重视。阿兰，不可乱说，这些话只许在屋里，尤其别在你大伯母面前提。我知道了，阿娘。这2件头面等你议亲时再戴，今日不去你大伯母那里了，改日再说。小姐，二奶奶收下了。起初推辞，听奴婢说起旧事，才肯收。三小姐很喜欢，你做得很好。小姐，接下来还要做什么？什么都不做，等皇后娘娘派嬷嬷来。小姐，奴婢在食房碰见大小姐院里的婢女，说大小姐备了许多衣裳头面给几位小姐，二奶奶和三小姐已经去了兰心院，小姐也去选几套吧。大小姐的早膳向来送到院里，今日为何要婢女亲自去取？若真请小姐，直接来海棠院便是，何必让人故意在膳食房传话？也许今日兰心院忙，来不及。明珠说的对，没有亲自来请，便说明那些东西不是给我的，既不关我的事，无需理会。前世白以晴也是这般设局，故意用旧首饰引诱我，在我刚碰到簪咒时，便猛地按住我的手。阿娘更是诬陷我偷拿长姐首饰，将我禁足在海棠院，直至出嫁。同样的招数，今生还想再用一次吗？二弟妹来的正好，府里这些日子忙，我怕扰你清静。眼看阿兰快及笄，阿晴一提，我便想着不能委屈了孩子。大嫂能惦记阿兰，我已很知足。阿兰出落的真好，这些都是阿晴没穿过的新衣，用的料子贵重，先让阿兰添喜欢的。大嫂有心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阿兰身上这套也旧了，再从阿晴这里选几套头面，姑娘大了该打扮起来。阿兰，还不谢过你大伯母和大姐姐，这些是你大姐姐的喜爱之物，选一样便好。多谢大伯母，多谢大姐姐。都是自家人，客气什么？尽管选，你大姐姐不会介意。三妹妹，这些都适合你，都拿着吧。多谢大姐姐。阿兰既选好了，也让阿月来选几套，去传二小姐。阿娘、二婶、大姐、三妹来了正好。三妹妹添置了新衣裳，都是你大姐姐体贴妹妹给阿兰的，你不用羡慕。你大姐也给你备了，从这里选几套吧。都小了，方才光顾着你三妹，忘了给你留，回头再给你做。多谢阿娘和大姐好意，我有衣裳，不用了。阿月，你别怪娘，阿兰快及笄，娘一时高兴忘了你。阿兰也穿不完，不如分几件给阿月。给了阿兰哪能要回来？传出去，外人怎么看我？大伯母，我愿意分给二姐姐。你三妹年纪小都懂事，你做姐姐的怎能叫妹妹让你？阿娘，我说不用，是您误会，叫我来选的是您，让我不选的也是您，我该如何答？既然衣裳不要，那就从你长姐这儿选几套头面，免得你又说娘亏待你。阿娘，头面给三妹妹了，剩下的都用过，怕二妹妹介意。大姐姐用过的，你可介意？不介意，未婚夫都能互换，大姐姐不介意我用过的，我也不介意。既然不介意，就拿出来给阿月。前些天进宫给你的红宝头面是娘临时借你的，改日还回来。我原也想还，只是我带着进过宫，若皇后娘娘的人问起，不好交代，不如还阿娘一半，留一半做说法。既如此，就留一半。阿晴，贵妃娘娘赏你的兰花耳坠，正好人齐，拿出来给大家开开眼。大姐真有福气，贵妃娘娘看重，今日也让我们见识见识。我的兰花耳坠呢？那是贵妃娘娘赏的，万不可丢。若贵妃娘娘知道我弄丢赏赐，定会以为我不珍惜，
大嫂，我们拿的衣裳头面都在这里，不是我们拿的。二弟妹，我自然信你，可这里就这几个人，方才心里有不满的。好像只剩二小姐的装匣没找过了。二妹，你若介意我用过的头面，直说便是，何必拿走兰花耳坠？你这孩子，让为娘说你什么好？不过几件衣裳，你竟记恨到偷你大姐的东西。阿娘问都不问，就咬定是我偷的，一个偷字，毁的是女儿名声。你还知道名声？你偷东西是事实，今日在府里，我便大义灭亲，教你做人。夫人，我家小姐没有拿耳坠，不查清楚就安罪名，夫人可曾替二小姐想过？是不是她做的？查庄详便知。来人，搜！你们在干什么吗？成何体统？阿娘，旁处都找过了，不是阿月，难道是二弟妹他们？不问清楚就疑自己女儿，这就是你为人母该做的。阿娘，我没看见二小姐拿耳坠。阿月，你可拿了你大姐的耳坠？祖母，虽女不曾拿，若要证明清白，虽女愿意倒出来。你就这样糟蹋你大姐的心意？早知二妹不喜，我便不拿出来了。我只是让大家看清楚，大姐的耳坠在这里吗？谁知是不是藏在你身上？你身上还没搜。祖母，您看，大小姐的耳坠，怎么可能？明明什么？明明什么？明明大小姐的耳坠放在台面上，旺财怎么会叼走？旺财从不乱咬东西，定是有人故意塞进他口中。阿娘竟信一条狗，也不愿信女儿，女儿连狗都不如吗？荒唐！我白家的孙女儿岂能同一条狗相比？事情清楚了，是旺财咬坏耳坠，阿月也是你的女儿，今日之事暂且算了。多谢二婶相信我。拿走！好臭！娘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看见婢女把耳坠放进她装匣。贵妃娘娘赏的耳坠也毁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只能扔了。这么周全的计谋怎会不成？难道白希月早知道？不会，她若有这脑子，早不会被我拿捏这些年。许是真被旺财误咬了。可他今日故意摔我的头面，连二婶也帮他，以后还怎么让二婶出面？今日是我准备不周，刘氏的心不过在阿兰和他死去的2个儿子身上。我若给他盼头，他必听我的。二奶奶，我家小姐想请您借一步说话。我出来匆忙，还有急事，不如改日。二婶、三妹妹，坐吧。昨日你送阿兰红宝头面，我还没谢你。如今大夫人让你还回去，不如把我们那2件也还了。阿兰是我妹妹，姐姐给她是应该的。今日若非二婶替我说话，我不会脱身。二婶不收，我反倒不安。那好，头面我就收下了。兴许是误会，大夫人到底是你亲娘，不会真伤你。若今日换成二婶和阿兰妹妹，二婶也会这样怀疑她吗？二婶不必安抚我，我娘心里大姐比我重。今日把二婶牵进来，您怪我吗？我只是二房夫人，外人只认大夫人。天家赐婚也只看你们姐妹，哪里看得见二房？嫁入天家未必幸福。二婶亲自肖看品行端正、带有兰好的世家，再请祖母出面。阿兰也是祖母的孙女，我等会儿正要去祖母院里，顺口替三妹妹提一句，二婶若有心，要抓紧。我这就回去安排。阿月，多谢你。二婶不必客气，我喜欢三妹子，也盼她好。阿娘，我觉得二姐姐不一样了，比从前聪明。兴许她一直聪明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往后你多去她那里走动。是否回院？小姐。老夫人，二小姐来了，瞧着像是伤心过。唉，被亲娘冤枉，难免委屈。祖母，还请您不要怪阿娘。当时只有我们几人在，阿娘怀疑我也不是没有缘由。她持家不易，若被祖母责怪，会伤心的。她还不能被我说几句，冤枉你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你会伤心？祖母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
我不伤心，阿娘教导我也是应该的。我说他几句也是应该的，他长这个家长得不好，就该听我指点。那祖母今日气过，就别再气了，好不好？我明日去向阿娘赔不是。他这样冤枉你，你就不生气？起初有一点，可她始终是我娘，我以后还要仰仗她，不能总麻烦祖母。阿月，你的一切是将军府给的，不是你娘，此事你没错，不必道歉。可是我惹阿娘不快了，祖母洗净念佛，孙女不敢常来打扰。以后不止念佛了，趁我还能动，我要护着你们几个出嫁。那阿月以后能常来，有心事也能同祖母说。当然，你是我的孙女，有委屈，祖母为你做主。没有了，我现在只剩开心。只是三妹妹14了，还未议亲，我想以后出府带她见见人。好，阿兰也是我的孙女，二房不可再寒心。谢谢祖母，那孙女就先行告退了。去吧，好好休息。小姐，奴婢越来越看不透您了，不过奴婢觉得这样很好。小姐，大夫人为何要那样对您？祖母肯出来理事便够了，往后正事没那么容易一手遮天。阿娘，看来皇后娘娘根本不在乎二妹。恭亲王醒不来，她嫁过去也是守活寡，皇后要她有什么用？那给二妹备的嫁妆，那是给你准备的，她守活寡用不着。可她近日常去祖母那儿，若提了嫁妆，祖母会不会不快？不必我出面，你二婶最在意白芷兰的婚事，我给她备了几户高门，她自然会听话。走去西正院，叫你二婶也过去坐坐。阿月，你说说看。祖母，孙女说这个怕是不妥。你已婚配，往后也要长家。阿兰是你妹妹，你的看法很要紧。二婶挑的家世都不差，只是侯府长子年长11岁，且两任夫人皆不得雄中。依孙女看，最优是孙副将长子，其次督察须长子，其余不算良配。阿月方才所言，倒与我想的不谋而合。二媳妇，你也看看。阿娘是真心为阿兰打算，阿月也看得透，儿媳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即日起，我便着手相亲事宜，不再劳烦大嫂替阿兰做主。今日倒热闹，都在阿娘这里。祖母、二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些日子儿媳反省过，持家有失，往后定会改。阿月也还怨阿娘吗？阿娘不是有意的，你替阿娘说句话可好？阿娘，我从未生气，那件事不是早就过去了吗？怎么不见阿兰？我让她在院里学女红，也好学学两位姐姐。她不在正好，今日我来正是为阿兰的婚事同阿娘二弟妹相商。阿兰也到年纪了，这几日我便是在替她挑人家。母亲近日天天忙到深夜，都是为三妹妹着急。侯府是皇亲，阿兰嫁过去便同两位姐姐一样入皇家，亏得我郑家同他们有交情，才肯放宽。真是为难他们了，还要降低要求同阿兰相看。我将军府的姑娘做不来折腰的事。大嫂好意我心领了，阿兰的亲事不急在一时，若这几家不中意，我再替阿兰看别的人家。不必了，阿兰的亲事我会过问，阿月的亲事和嫁妆我也会亲自看着。阿娘，您不是素来喜静吗？我喜静了这么多年，也该热闹热闹了。都回吧，我乏了。你究竟在你祖母这里说了什么，才让她这样对我？阿娘这话我听不懂，我能说什么？你还装？若不是你嚼舌根，祖母怎会这样对阿娘？阿娘真是白生了你这个白眼狼。所以阿娘生兄长和大姐不回，生我眷回，同父同母，我究竟哪里不同？胡说！你长大了任性不听教，我不过管你几句，你便这样顶撞，我是管不动你了。时辰尚早，我们走走。小姐，您来这里可是有事？无事，随意走走。将军府旁支还剩一个男丁，
白博文。小姐，怎么了？我看到你了，别怕，我是二小姐白希月，对你没有恶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白博文。你也姓白，是将军府的人？我爹是启字辈。王姨娘那一房。说起来，你该唤我二姐姐。二姐姐。慢些吃，以后我让银珠每日送吃喝来，你不必再挨饿。等有机会，我会禀明祖母，送你去学堂。我能上学堂吗？当然，你也是将军府子孙。夫人，奴婢看见银珠给偏院送吃喝，跟过去才知，他每日都送，里面像是个男子。你确定是男子？奴婢听见他说话，银珠还说有需要尽管找二小姐，二小姐一定帮他。二妹妹真有本事，还没嫁进恭亲王府，就先替自己找好了人。你可不要学你二妹。阿娘放心，三皇子好端端的，我何必给自己挖坑？他才16就敢私养外男，不叫不行。此事需告知你祖母，按家法处置。是二妹不懂事，阿娘是在她酿成大事前拦住她，也是为了将军府。去西正院，再通知二房同去。阿兰未出嫁，也受牵连。祖母眼神不如从前，这鸳鸯针脚粗了些，还是让你娘另备吧。我就想用祖母绣的，阿娘原先备的是大姐的，不一样。老夫人，夫人带了不少人来，还换了二房，怕是来者不善。你还好意思拿红盖头？这样嫁去恭亲王府，你不会不安吗？你何出此言？阿月为何不安？他瞒着你在偏院私养外男，我已派人拿人，今日必须以家法处置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，阿娘可知这句话会毁我一生？若非我发现，等你嫁入王府被天家知晓，才是真正大祸。阿晴、阿兰也会被你连累。来人，去看看人带来了没有？阿月，你当真没有做过此事？孙女没有。好，祖母信你。今日就当着众人的面，证明你的清白。夫人，人来了。阿娘为何不肯问我一句？在您心里，女儿就这样不堪吗？就是我太纵着你，才让你一错再错。今日必须家法处置。你是何人？竟敢与二小姐私相授受！来人，把她绑了，动家法！停手！连他是谁都不问，阿娘就急着定我的罪吗？祖母，求您当众问清，还孙女清白。退下！事情未明，谁准你们动家法？这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娘，阿月养外男在偏院已是事实，就算现在没酿祸，也有这个心。祖母，阿娘也是怕二妹妹犯错，若不严责，传到宫里更难收场。人在这里，问清再说。谁在急着扣罪？先问问我的拐杖答不答应？别怕，我在。祖母问什么，你照实说。你叫什么？为何住在偏院？我叫白博文，是白家旁支。我爹8年前战死，族人走后没人带我，我就一直住偏院。前些天二姐姐发现我，才每日送吃喝。阿娘，女儿原想借您的婢女发现此事，好让您接她出来，不叫祖母怪您失差。可您第一反应却是怀疑我。阿娘，我并不知情。阿月若早告诉我，也不会有这场误会。你还好意思说误会？你给过阿月说话的机会吗？你何时信过他？我把将军府交给你管，你就是这样管家的？还有你，身为长姐，不劝你娘，不护妹妹，枉为将军府嫡长女，我对你们很失望。阿娘，儿媳知错。祖母，分女知错。阿文，这是我们的祖母。祖母，好孩子，委屈你了。正是，阿月也是我的亲孙女，你冤枉她不是一句不是就能算了。你身为主母，言行不公，疏于长家。今日起，你和阿晴禁足半月，长家权暂由我收回。齐妃谨遵阿娘教诲，这半月在东正院反省。苏女也会好好反省。既知错，还不向阿月赔不是？阿月，是娘的错，冤枉你了，望你别怪娘。
阿娘、大姐，我没有怪你们。阿文既已到这里，再回偏院不妥，你们可有什么想法？祖母，我原想等阿娘安排，如今阿娘禁足，我倒有个想法。阿文年纪小，又父母双亡，不如过继到正房名下。不行，你不愿便算了。既然阿娘不愿，不知二婶可愿让阿文过继到您名下？我愿意。不行，阿娘，大嫂既不愿过姨，我看阿文无父无母，实在可怜，您觉得呢？阿娘，这与规矩不合。那怎样才合规矩？让你长房过姨白博文，让你过继你不愿，还拦二房。你怕二房往后有仰仗，压过长房。阿娘，儿媳没有这样想。没有最好。阿文过继二房，按二房嫡三子的份例来。阿文，还不谢祖母和二婶？谢谢祖母，谢谢二婶。也该改口了。阿娘，这是你姐姐，往后多亲近。都退下吧。正是，稍后把掌家钥匙、账本送来，阿月的嫁妆单子也送来给我看。阿娘，皇后娘娘说要派嬷嬷来帮阿月备婚，不如等宫里消息，免得清单换来换去。若嬷嬷不来，儿媳再交枪单，也想同阿娘一起弥补阿月。也好，等嬷嬷来再说。希望你这回是真心为阿月着想。我们走。二小姐今日心情不错，阿文弟弟安置好了，二婶也不差。掌家权交到祖母手中，二婶怎么看？这事儿不是我能智慧的。大房如今被禁足，什么都可能发生。二婶儿女双全，总该替阿文弟弟想一想。王爷，将军府今日出了大事，白夫人咬定白二小姐偷人，最后反被禁足，掌家权也交了出去。她到底是亲娘，却如此笃定，可要属下查清。王府只需要一位王妃，具体是谁不重要，她能脱困，便不是无用之人。先静观其变。王爷让人盯的事也暂无进展。自昏迷消息传出，对方一直没有动作。继续盯，不要走漏半点风声。皇后娘娘答应派嬷嬷，却迟迟未动，再等下去不妥。你想如何？恭亲王是我未婚夫，他病中卧床，我理应亲自探望。备厚礼，既是去王府，礼数不能薄，也让人知道白家没有怠慢。小的王毅乃王府管家，见过准妃。王管家无需多礼，我带了薄礼前来探望王爷。准妃请，王爷在主院。王爷久未下床，屋内药味重。臣女白希月见过王爷。王爷卧床这些日子，御医可还按时来看？可留下什么话？御医每月月头月中各来一次，半年了，仍说醒来无望，信望病情未再恶化。王爷每日用药和照料，可有定力？回准妃，早晚喝药，还要按捏身子。我想单独同王爷说几句话，可以吗？王爷，换亲之事非我本意，大姐与三殿下有苦衷，我只能成全。我会当好王妃，不给你丢脸。若你醒来不愿，我们也可和离。按规矩，未婚夫妻要交换定亲礼，王爷不便，便由我主动。这2根发丝，别当王爷给我的定亲礼。礼已换过，我们便是真正的未婚夫妻。王爷先歇着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王爷，准妃坚持把婚房设在主院，属下没有理由不答应。就在主院临时给他备一间厢房，听雨轩也备着，他看过，自会搬过去。白二小姐不像传闻那般无用，至少有心来看王爷。她很聪慧，来看本王只是其一，她最终要让母后看到。她这是借王爷的事，可要阻拦？不必。王爷，白二小姐借探望之名引皇后娘娘注意，可要拦？让她做。
越多人信本王醒不过来，越好。白家长女从未去看过耀儿，临近婚期又换亲，本宫原还担心她也是同样心思，如今看来倒是本宫多虑了。你那边若安排妥当，择日出宫去将军府。老奴遵命，3日后便去。阿月年纪小，婚事上多帮她些，别让将军府轻慢了。老奴明白。祖母，孙女已去过王府，探望过王爷，婚房也定在王爷院中。你能这样想很好，不然皇后娘娘知道，难免有怨言。出嫁后，我与王爷便是夫妻，这本就是孙女的真心。你娘备的衣裳多半按你大姐身量做的，明日出府挑些料子，银两从祖母私库出，4季衣裳、被褥、床品都备齐。那是祖母的私库，俗女怎能用？你是我孙女，我给你添嫁妆，理所应当。安心拿着。多谢祖母，孙女就先行告退了。小姐，外面好热闹啊！小姐，慢些。方才那是谁家的姑娘？殿下，小的没瞧见。小姐，布料都选好了，不如用过午膳再回去。听说这家菜最好。难得出来一趟，走吧。几位客官，楼上请。你们也坐。小姐今日选的料子好看，做成衣裳一定更好看。只是衣裳好看，你家小姐不好看？当然是小姐好看，穿什么都好看。走吧。姑娘留步。请问公子何意？唐突姑娘，在下觉得姑娘似曾相识，我们是否见过？公子认错了，小女久未出府，从未见过公子。跟着他们，查是哪家姑娘？阿月，宫里来消息了。祖母，具体是何事？皇后娘娘派孙嬷嬷明日进府，帮你准备亲事。满京城也只有你有这份体面。这是将军府族人挣来的如光，阿月只是沾光。你去王府一趟，皇后就派人来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宫里既然来人，也该让你娘和大姐出来，免得嬷嬷看了笑话。阿娘应当知道冤枉我偷人不对，也懂祖母苦心。只是嬷嬷明日来，他们怕还不知道。不急，禁足才6、7日，不可坏了规矩。等孙嬷嬷来后再说。都听祖母的。王爷，果然如您所料，皇后娘娘派了孙嬷嬷去将军府，明日就到。白二小姐比属下想的还要聪慧。你当初不还说要阻止？她没妨碍王爷的事。孙嬷嬷去清点嫁妆，安排婚事，也给王爷长脸。孙嬷嬷去了将军府准备婚事，王府这边属下也该着手了。王爷可有吩咐？你自己看着办，此事与我无关。怎会无关？毕竟是王爷大婚。属下明白，这就去准备。去，把王府婚礼的账册取来。外面可有什么消息？夫人，奴婢们也出不去，只听外院嬷嬷说府里这几日没什么大事。仔细盯着，有动静立刻来报。夫人，皇后娘娘身边的孙嬷嬷到了，老夫人请夫人交出二小姐嫁妆清单和婚事事宜，由孙嬷嬷帮着筹备。我说过，阿月的亲事由我亲自准备，既是孙嬷嬷来了，我理应亲自去见。老夫人对外称您在院中抄经静心。
阿月见过孙嬷嬷，有劳嬷嬷跑这一趟。夫人近日在院中抄经，不便见客，老夫人命奴婢迎接嬷嬷。白夫人忙于持家，老奴此来正好帮二小姐筹备婚事。皇后娘娘看重恭亲王与二小姐的婚事，如今时日不多，不知贵府准备的如何？婚事原由阿月他妈经手，只是她如今抄经静心，不便见客，既不能打扰白夫人，不如请她把嫁妆清单与相关事宜交来，老奴也好帮忙。二小姐前些日子探望王爷，娘娘夸了几回，说二小姐体贴，将来定能照顾好王爷。阿月这孩子认定了人，便是一心一意。不过是分内小事，担不得嬷嬷和祖母这样夸。阿月的亲事重大，旁的事都该让路，阿娘想必能理解。去请大小姐一同过去，多个人也好为她妹妹的婚事出主意。夫人到。夫人不是在院中抄经，怎么来了？事关阿月婚事，我亲自来才妥当。不是说皇后娘娘派了人？人呢？白夫人好，老奴在这儿。娘娘命老奴协助二小姐婚事，先从嫁妆清单开始。嬷嬷今日可要回宫，我也好整理清单。婚事未妥，老奴不回宫。嫁妆清单，请夫人现在拿来吧。娘怎么这样看我？没什么，能得皇后娘娘重视，娘替你高兴。皇后娘娘挂心是阿月的荣光，也是将军府的体面。孙女只是心疼娘辛苦，既然嫁妆早备好了，便请孙嬷嬷清点。娘娘也记得，白夫人说过嫁妆早已备妥，清单自然也该有。是备好了，只是单子一时找不到，不如待我重整，再教嬷嬷过目。何必麻烦？直接开嫁妆库房，一边清点一边重新写清单，最清楚。这个法子好，省事。二小姐聪慧，娘娘还说恭亲王是皇长子，婚事须合身份。白夫人当初呈给娘娘看的那份清单就很好，如今换二小姐照那份便是。这岂不是很麻烦？不如……白夫人迟迟拖延，莫不是如今恭亲王不如往日，便看不起王爷？老奴这就进宫禀明皇后娘娘。孙嬷嬷莫急，许是误会。既然换亲，嫁妆自然也换给阿月。你快说句话，是不是误会？孙嬷嬷误会了，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呀。那为何不回话？我只是想着何时开库房清点合适，一时失神。既如此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便开库房清点。今日怎么这样人齐？大家在清点什么？这位是……老奴是皇后娘娘身边的人，奉命协助二小姐婚事。方才说的是清点二小姐嫁妆。阿娘，清点哪个库房？哪来的二小姐嫁妆？阿姐，府里装嫁妆的库房不就那一个吗？正是先前为阿姐备下的。不行！白大小姐这是何意？阿晴，此事与你无关，回兰心院去。娘，你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此事已定，你先回去，稍后我再与你说。我不走，妹妹出嫁用不着这么多嫁妆，我要挑一半。白大小姐是说，二小姐嫁给恭亲王不配这些嫁妆。嫁妆单子既已给皇后娘娘过目，岂能分你一半？你平日的规矩呢？给我回去！赶紧走！娘，我要留下来，我不走。娘，那些嫁妆真就给白希月？那明明都是你给我备的。你以为我甘心？我辛苦多年，如今全便宜了他。难道一点法子都没有？嫁妆单子皇后看过，不能冒险。你还没嫁入三皇子府，更不能和皇后硬碰。先查白希月这几日做了什么。夫人，查到了，前几日二小姐去过恭亲王府探望。这么大的事儿，现在才报？白希月好得很，难怪皇后会派孙嬷嬷来。娘，皇后是不是已经很满意她了？她亲自去看恭亲王，这一步走得准，眼下只能照孙嬷嬷的话办，过后再算。可她若拿住全部嫁妆，往后还会把娘放在眼里吗？娘，若二妹出点事儿，这门亲事还成得了吗？二姐姐，
今日清点嫁妆是二小姐的大喜事。二婶还记得我说过的话吗？机会来了。方才失礼，是我不对，向嬷嬷赔罪。若有用得上我的地方，只管吩咐。大小姐有心，老奴不敢受礼。阿姐愿意帮忙，我便放心了。我还怕阿姐介意嫁妆让给我。见你们姐妹和睦，我也宽慰。阿晴、阿月谢你呢。妹妹说哪里话，我一直不介意。那大小姐与二小姐撰写清单，相互核对。白夫人赎库房，便同老奴清点。我也可帮着打下手。我给两位姐姐递纸笔。今日先到这里，清点过的嫁妆封箱入新库房。孙嬷嬷一来便忙到现在，先回去歇息吧。白夫人准备周到，清单老奴整理好，明日送皇后娘娘过目，娘娘想必满意。正是，你来一下，我有话问你。娘，我也有话想说。这些嫁妆，你可有话与我说？大嫂，原来将军府家底这样厚。二小姐出嫁10里红妆，大小姐和我家安澜将来可也有这风光。儿媳不知阿娘是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那我明说，这些嫁妆从何而来？为何不与我商量？嫁给皇子也不该奢华到压过皇后当年入宫。娘不是一时备下的，分了几次，您骤然看见才惊讶。府中姑娘嫁的风光，也免得叫人轻看武将嫡女。只是惊讶，我眼界不如大嫂，这些够我惊讶一辈子。阿兰还未议亲，等定了亲事，二弟妹自然也会把好的都给。话是不错，只是大嫂这些是自个儿私房备的，还是借长家之便从宫中出的？你长家多年，府里什么状况，你心里不清楚？送来的账本如何，还要我一笔笔说？倾全族之力捧一个女儿出嫁，这等大事岂是你一人能定的？阿娘方才说账本，咱们府里的账本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既然都在，就说清楚。多家铺子亏损，账房现银也不多了。再这样下去，阿晴、阿兰的嫁妆，宫中都未必凑得出。阿娘，我不用同姐姐们比，有多少便是多少，您别难过。阿娘，阿兰也是将军府嫡女，她这么懂事，难道出嫁时连像样嫁妆都没有？正是，你长家多年，你说该怎么办？祖母，不如从我的嫁妆里拨一部分给姐姐和阿兰。我的嫁妆已够丰厚，少些也不失体面。今日孙嬷嬷亲自清点，单子已列好，要呈给皇后。此时再动，只会惹宫里不喜。这事儿既是大嫂惹出的，就该大嫂担着。长家多年，擅自挪用宫中置办嫁妆，这不是以公谋私？二房三房还没分家，当年我夫君俸禄也交宫中，如今账面这样，我得同大嫂好好算算。二叔俸禄哪比得上我爹？这些年是我娘劳心劳力撑着府里，二嫂怎能反过来怪她？既然大小姐也觉得大嫂辛苦，那便把掌家权交出来，往后不必再劳心。二婶，你居心莫测。居心莫测的是谁？府中亏空成这样，大嫂若有失公民，就该交出掌家权。阿娘和二弟妹一人一句，倒不给我解释。那些账本只是没搬全，铺子并未亏损，现银也还充足。阿月嫁妆之所以丰厚，是我把自己的嫁妆先拨了一半进去，阿晴和阿兰的我也早有安排，怎会厚此薄彼？你是说还有账本，府中现银也足？是，待我得空，便把剩下账本都送来给阿娘过目。原来是大嫂自己的嫁妆，是我误会了，给大嫂赔不是。咱们姐妹多年，我知道你不是有心，说开了也好。娘，真正账簿拿出来，哪里找那么多银子补？还有您说拨给西月的嫁妆，明明是先堵住二房的口，稳住掌家权。若让他们夺了权，以后还怎么让将军府为你铺路？风头一过，我会重新拿回来，连今天清点的嫁妆也一样。那拿什么补？只能先用我私库现银和嫁妆顶上。那是娘最后的依仗，万一收不回来怎么办？白希月最近太邪门了。天底下哪有父母害子女？可他太忤逆，这点量不要命，只会让他不孕。皇后一厌弃他，孙嬷嬷自然会走。是二妹不懂事，她照样能嫁进王府，只是少了皇后看重，后面日子艰难，我再帮衬她就是。
皇后娘娘口谕，白家嫁妆筹备周到，郑夫人辛苦了。臣妇谢皇后娘娘恩典，账目嫁妆皆定，也算府中一桩大事。不如设个家宴，顺便为孙嬷嬷接风，也好。府里许久没这样齐整过了。小姐，府中设家宴是好事，您为何这样看？若你出门被抢走10颗糖，家中还剩10颗，抢糖的人上门，你会怎么做？当然藏好，不能再让他看见，奴婢也会藏。这场家宴不简单。嫁妆已封箱入库，皇后娘娘也过目了，她还能怎么抢？难不成让小姐不嫁？小姐，若真冲着嫁妆来，您的处境只怕不妙。且看看我这位亲娘想出什么来对付我。二小姐，家宴设在后花园，夫人请您赶紧过去。二小姐今日真是光彩照人，临近出嫁，越发有喜色了。嬷嬷好眼光，我家小姐貌若芙蓉，堪比仙子呢。我家阿月来了，快坐这儿。今日一谢孙嬷嬷相助，二也算你出嫁前，咱们一家好好聚一聚。我是长姐，看着阿月长大，如今她要出嫁，我也舍不得。我也舍不得阿娘和大姐，多谢阿娘为我备下这场家宴。我是你娘，跟亲娘何须道谢？人齐了，都尝尝今日的花茶，3种鲜花所制，也祝阿月大婚。愿阿月嫁入恭亲王府，和王爷和和美美，相敬如宾。多谢姐姐祝福，我和王爷一定会和和美美。姐姐待我这样好，我以茶代酒，敬姐姐一杯。来，阿娘也敬你一杯。多谢阿娘，难得这样热闹，嬷嬷也尝尝这花茶。我失陪一下。阿月，哪里不是？不是，我去更衣就来。收好，别洒了。是。阿晴，你怎么了？莫不是吃坏了？方才阿月也不是。今日食材都是我亲自挑的，新鲜的很。坐稳。好痛，娘，好痛，我好痛！来人，传府医。府医呢？怎么还没来？别再碰桌上的东西。大嫂，这不像食材不新鲜，倒像是中毒。二弟妹胡说什么？难不成你怀疑我给阿晴投毒？是我失言，只是阿晴这样子实在像。老夫人先宽心，等府医看过，许是无大碍。阿晴忍忍，府医呢？快去催！夫人，大小姐流血了，裙子上全是血。娘，怎么会这样？娘，发生什么事？阿姐怎么会这样？你刚才不是吗？出去透了口气，回来便好了。阿姐怎会突然这样？阿娘放心，我一点事没有。府医，快！先扶大小姐去肃静厢房。无缘无故，难不成真是食材出了问题？来人，封存桌上所有膳食茶水，东西不许动，所有人不得离开。
阿晴如何？大小姐像是中了剧毒，伤了根基，小的无能，恐怕什么？说！恐怕以后很难怀孕。传令，封府后花园所有人一个都不许走，必须查清此事。祖母，是该好好查。今日是大姐，明日又不知是谁。幸好祖母、孙嬷嬷和二婶都无事。老夫人，这事儿是冲着将军府，还是冲着老奴来的？嬷嬷放心，我一定查清楚，给宫里一个交代。正是，今日家宴是你一手操办，为何会出这样的事？娘阿晴成这样，我比谁都心痛。不用您说，我也会彻查。这件事不必你查，我亲自查。封府后花园所有人列队搜身，交代今日行踪。回老夫人，食物和茶水都没有毒。查右具，查桌椅，在场下人和主子一个都不能漏。回老夫人，二房3位主子身上没有异样。我是当家主母，又是一品诰命。阿晴是我的女儿，难道我会害她？二房都查了，你也不能例外。若要洗清嫌疑，就让人搜。娘不是教过我吗？当众查清才算清白。你不会害大姐，可旁人难免猜是想害别人，却误伤了她。我没做过，无所畏惧。你们搜吧。娘，你呢？回老夫人，夫人和二小姐身上没有发现。阿晴用膳素来讲究，许是食物相克，又吸了花粉，才引得中毒症状。回老夫人，后花园5种花粉相冲，若大小姐恰好都吸入，确会有中毒迹象。既非人为，便先救白大小姐。奴婢不是多舌之人。府医速去配药，管家封口，清理现场。今日之事不得外传。看你这神情，似乎很失望。大姐都那样了，我失望什么？阿娘不去救她，倒有心思看我。若大姐真伤了身子，和三皇子的婚事还稳吗？哦，是我失言。有你这样关心，她一定会没事。若查出有人本想害我，却误伤大姐，皇后娘娘彻查，祖母还会让阿娘掌家吗？没有凭据，少乱说。为娘等着，看究竟是谁害你大姐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里很快清场，我们走。二小姐，出了什么事？他们怎么哭成这样？夫人要害小姐，在后花园，毒本该落到小姐身上。他这样对我，又不是你们娘，你们哭什么？夫人不爱惜小姐，老奴斗胆，把小姐当女儿疼。你是我乳娘，也是我娘。小姐，茶壶无毒，杯盏无毒，搜身也无毒，毒只能后来进杯。这是特意留给你的座，快坐下。特意留的座，问题在座位附近。找到了，借花香遮掩，雨水溶毒，顺着灯笼落进我的杯子。母亲，你真舍得。证据未必够定罪，但吓一吓他，够了。大小姐醒了，快去告诉夫人。阿晴，别下床。娘，我到底怎么了？你们都下去，把门关上。别怕，没什么大问题，阿娘会想办法。我是不是喝了给白希月的茶？她该受的病症现在落到我身上了。我已让人去买药，对府医只说是食物相克，一定能医。你说过这毒没解药，前一刻钟最要紧，你为什么不告诉府医是哪几种毒？若说出来，谁都知道毒是我下的，
你祖母会怎么看我？娘，你原本要害的是白希月，不是我。若我不孕，还怎么嫁三皇子？不会的，你只喝了一点儿，等药回来再让府医重诊，说你无恙。孙嬷嬷也还在府里，不会乱说。若我被查出下毒，掌家全没了，将军府也待不下去，还怎么替你铺路？娘都是为你。你真的能治好我？能，就算要娘的命，也会治好你。你是娘的心肝。今日太险，你祖母想夺我掌家权，幸好我每一步都算细了，没让她搜到东西。祖母真没发现什么？看样子老夫人没发现什么，只是不知孙嬷嬷有没有看出破绽。她如今和白希月一条心，若真发现，早就拿出来说了。无凭无据，他们奈何不了我。只是白希月竟躲过这一劫，实在可恨。都怪他，他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他何时变得这样聪明？孙嬷嬷刚进府，不会教到这个地步。往后这些话，只能母女两人私下说。那娘打算如何对付他？他害我成了这样，不能轻饶。原想让她不孕，皇后便会舍弃她。如今她已警觉，暂时不能动。那嫁妆亏空呢？真要拿娘的东西去填？先过老夫人那关，只要我重新掌家，失去的都能拿回来。白希月也迟早收拾。小姐，东正院忙了一夜，夫人搬了10多个钱碟去库房，奴婢看着像银票和房契地契。小姐，叶子验过了，和茶水里的毒一样，男子服之伤身绝嗣，女子服之寒体难孕。东正院这么热闹，咱们也去看看。夫人，二小姐求见。娘，我不想见她。这个时候不宜轻举妄动，让她进来。阿姐，好些了吗？听府医说你以后恐难再孕，我很痛心。不过阿娘一定有法子，是吗？不错，我已经找到医治的方法。府医都找不到，阿娘却找到了。幸好不是昨日现场找到的，不然祖母怕是要误会。误会什么？这是我费尽一夜心神，让人出府寻名医才得来的法子。阿娘莫急，我又没说你什么，只是祖母这几日对账辛苦，若有人帮忙，也能轻松些。那是，你祖母年纪大了，操持一大家子自然不容易。可阿娘要照顾阿姐，抽不开身，不如请二婶去帮祖母。阿娘说呢？白希月，阿娘生你养你，你竟帮外人抢她的掌家权！阿娘，你说呢？是，我如今抽不开身，让你二婶帮忙也好。阿娘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嘘。娘，你不是说稳住祖母再夺回掌家权吗？方才为何顺着她？阿晴，他知道了，他发现我们的事，毒液。他知道我把毒下在树叶上。后花园那么多人都没发现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他还知道多少？眼下只能先照他的话做。若他把这些捅出去，我们全完了。可是他到底怎么知道的？先清痕迹，再试他知道多少，别再莽撞。你去二房传话。阿月来了，我刚看过阿姐，她还是老样子，幸好有阿娘贴身照顾。你阿姐可有好些？阿娘那边离不开人，祖母这边又这么累，阿月帮不上忙，心里愧疚。祖母知道你孝顺，你安心待嫁，府里的事不该你操心。祖母若不能找阿娘，不如请二婶帮忙。二婶教阿文弟弟很细心，三妹相亲也忙得差不多了。将军府一直由你娘掌家，她又拿嫁妆填补府中亏空，若不让她管，似乎不好。祖母，府里未分家，大房、二房、三房都是一家人，家人有难本就该互相帮衬。孙女不是要二婶夺掌家权，只是请她帮祖母分担，往后如何，仍由祖母定。家人有难，互相帮衬。阿月，你是真的长大了，你快嫁入恭亲王府，以后也要掌府，不如趁此跟着学学。有你帮忙，你娘也不好多想。祖母想的周全，我都听您的。只是您已劳累，若二婶也在旁帮着，我学起来心里更踏实。好，让你二婶先试试。给祖母请安。娘，阿文这些日子读书用功，喜斗胆带他来，请您考。读来听听。罗江街在等定都和长开是庶人妇人多见礼，以便前来足足。好，府里许久没听见男儿读书声了。
阿文，你可愿上学堂？我愿意。谢祖母，谢阿娘，谢二姐，我这就回去用功。多谢娘，媳妇原怕与阿文生分，如今见他高兴，心也放下了。你把阿仁教得很好，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媳妇定把他当亲生儿子疼。府中事多，你大嫂忙着阿晴，我看账本也吃力。阿月提议你来帮我，你可愿意？只要能帮到阿娘，媳妇都听阿娘吩咐。去请正室。阿晴离不开你照顾，府中繁杂，你分不开身。往后府里的事，先由我阿月和二房看着。你操持多年，也该歇歇。等阿晴的事了了，你也养足精神，再说掌家权。好，都听阿娘的。明日起，二房帮我看账，也交阿月掌家。既由我们暂管，库房也该清点了。东正院填账填到半夜，夫人怕是急了。清点账房，我要亲眼看着。王妃要学掌家，老奴正好从旁协助。来了，怎么还不进来？宫中现银已清点2遍无误，请老夫人、夫人、二奶奶过目按印，重新入库封存。清点库房记在下午，我先回去看阿晴。去吧，下午再来。我正好去孙嬷嬷那里，和阿娘一道走吧。看我这样，你很高兴？阿娘莫急，有人替你分担，我当然高兴。白希月，我是你亲娘，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亲娘？从很久以前我就没有娘了。二小姐回来了，皇后娘娘已看过嫁妆清单，很满意，聘礼也备好了，只等皇上下旨。有劳嬷嬷。二小姐，今日练入宫行走，叩拜与回话。我明白，请嬷嬷教我。皇家规矩，一步都不能错。这里孙人分部分开。往后府中差事轮换，账目月月清查，谁再借职务贪墨，绝不轻饶。各铺消下的人手，我会重新安排，能做事的留下，仗势欺人的一个不用。如今府里最得势的怕是二小姐，孙嬷嬷、老夫人、二夫人都护着她，咱们以后说话当心些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白家次女白希月性良图豁达，与皇长子沉稳持胄相配。皇长子谢景耀与白希月缔结婚约，三皇子谢成礼与白以晴缔结婚约。望儿克李治静待立期，钦此。贵府二小姐与恭亲王成婚在即，可喜可贺。不日聘礼便会入府。有劳裴公公，不如贻误正厅用盏茶。皇上身边离不了人，咱家还得回宫当差。白二小姐是有福之人，皇上对白二小姐很满意。圣上宽厚，是看在父亲与白家中军护主的份上关爱陈眷，希月不敢忘本。阿晴和三殿下的婚事也定了，等阿月这边妥当，再给阿晴、阿兰张罗，我这把老骨头也能少操些心。娘，圣旨已下，我以后要嫁给三殿下了。二妹也要恭喜了，只是你婚事都快齐了，怎么还不见恭亲王府下嫔？哦，我忘了，王爷还昏迷着。原想教你为妻之道，可恭亲王如今这般，教了也无用。我病着，就不多此一举了。娘说的太直白了，二妹听了怕是要伤心。阿娘确实该歇着，卧床几日，脸色憔悴，看着老了许多。
王爷昏迷，我无需学那些无用的为妻之道。嫁过去，我便是王府主事之人，学长家才要紧。倒是大姐婚期未定，还是先敲定吉日吧。若皇贵妃听说你卧床数日，还传过不孕，皇家会如何想？我还要学长家和宫里，孙嬷嬷想必等急了，先行一步。娘，你看他，分明是在威胁我。她只是一时得意，王府尊贵，主人却昏迷，她嫁过去才知道什么叫难。阿晴，我这些天真老了许多。只是病中气色菜，养好身子，再用些补药，自然就好了。皇上既已下旨，这亲姐妹换嫁2位皇子，算是坐实了。白大小姐才貌双绝，配三皇子正好。恭亲王从前再好，如今也醒不过来。白二小姐默默无闻，能嫁进王府也不算亏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二小姐原本就和三皇子定了亲，换来换去，凭什么好的都给长女？我听宫里当差的远亲说，换亲还是白夫人提的，你们可别说是我说的。夫人，外头都在说换亲是您提的，还说三殿下明日来给大小姐下初定礼。谁传出去的？汝定府里也敢说大房不如二房，说西月比你更要紧，岂有此理？娘，传言过几日就散了。我与三殿下是圣上赐婚，何必理会？等我嫁给三殿下，谁还会记得这些？一个昏迷不醒的人，争不过三殿下。只是明日见他，我那些衣裳颜色太艳，会不会显得不够端庄？我女儿才貌双绝，便是京城第一贵女也当得。三殿下既有意于你，你穿什么他都会喜欢。二小姐这几日学得稳妥，婚事也备好了，明日老奴去恭亲王府整理聘礼，再送你出嫁。嬷嬷，明日我随您一同去恭亲王府吧。许久未见王爷，也该谈。成亲前本不该见面，可王爷情形特殊，你去熟悉王府也好。去吧，既避开三皇子，也能看望恭亲王。银珠备厚礼，不可失了将军府体面。是，老夫人。三殿下，将军府到了。来人可是三殿下？正是，我来下初定礼。三殿下，请随小的进府。老夫人和夫人已知晓，小的这就去通传。夫人，大小姐，三殿下已在正厅候着，还带了10箱定亲礼。娘，三殿下从前待阿月可没有这样的礼数。哼，提他做什么？他哪里能同你比？这么热闹的场面，少了他才可惜。让他也来看看吧。去给白希月叫来。娘，阿月呢？已让人去叫，应该快到了。阿月去了恭亲王府，不在家。这种时候还叫他来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老身见过三殿下，让您久等了。臣妇见过三殿下。臣女见过三殿下。我今日以晚辈身份前来，诸位不必多礼。老奴来这么多次，没见王管家笑过，准妃一来倒见着了。往后老奴可得跟着准妃来。孙嬷嬷误会了，我是见你们来高兴。王爷喜事将近，我也替王爷高兴。那府里的婚事准备的如何了？都已妥当，请孙嬷嬷和准妃入府查看。这些不是我备的，这是皇后娘娘替王爷备下的天香，会同皇家聘礼一道送去将军府。娘娘说，知道二小姐委屈，往后会把你当女儿疼。请嬷嬷替我回禀娘娘，嫁入王府，我不委屈，是荣幸，也是心甘情愿。按准妃上回的意思，喜房就设在王爷院里，房间也通风许久了。我与王爷成亲后便是夫妻，夫妻岂有分房之理？这样也方便照顾王爷。王管家，我们去清点聘礼吧。我在这里陪王爷说会儿话。
若咱们王爷没有意外，该多好！和二小姐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王爷又见面了，我是白希月，你的未来王妃。外陪都在忙大婚，孙嬷嬷清点聘礼，王管家核对清单，倒只有我最闲。王管家布置的用心，我挺满意。皇后娘娘送来的聘礼，我能收吧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许了。你这样安静睡着也好，不必理会外头纷扰。我其实有些羡慕你，皇后娘娘是真疼你，不像我小时候喊娘，她嫌烦，画了画给她，她撕了，事没做好，她罚我1天不许用膳。后来婶婶给我带糖，我藏到坏了也舍不得吃，原来被人牵诺是甜的。不过没关系了，我现在也不需要。劳王爷听我唠叨，你好生歇着，我下回再来看你。王爷，孙嬷嬷来府中帮着备婚，皇后娘娘的意思，喜房就设在您这屋，原先改去厢房，怕是不成了。那就安排在这儿。属下就安排在这屋。王爷，方才白二小姐同您说了什么？要不下回你当面问她。小的不敢，属下先去忙。我都不知道有娘爱着是什么感受，不过没关系了，我现在也不需要。上回你跟丢的那个姑娘，后来查到是谁了吗？回殿下人多巷杂，跟丢后再查便没痕迹，到现在也不知是哪家姑娘。掉头去将军府。殿下，您可是落了什么东西？三殿下这是有什么急事？三殿下，您不是走了吗？忽然想起还有话没同你说，便回来了。殿下想同我说什么？今日这些定亲礼，你可还满意？方才二妹妹刚从恭亲王府回来，殿下若没见着，不如我们一同去海棠院看看。她如今是大皇兄未来王妃，我与她再见不妥。外头都在议论夫人逼亲生女儿换亲，连她的慈母名声也有人疑了。二小姐，大小姐往您这儿来了。小姐，她来做什么？管她来做什么，先看看便知。突然造访，有何事？听说你今日不在府里，想必不知道三殿下下定亲礼吧？二妹妹，你可知道给我的定亲礼是什么？同你从前收到的一样吗？我有阿娘备下的丰厚嫁妆，哪里还需要定亲礼？倒是姐姐，三皇子的定亲礼和你从前那份一样吗？那些嫁妆本来就是我的。姐姐说错了，那是给恭亲王妃的嫁妆，谁嫁给恭王妃便是谁的，是姐姐亲手让给我的。你有嫁妆又如何？守着一个半死之人过一辈子，有什么好得意的？大姐失言了，我以恭亲王未来王妃的身份教训你，记住，祸从口出。你敢打我？我是你长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去告诉阿娘。小姐，大小姐这样哭出去，会不会闹大？她骂恭亲王是半死之人，若传到皇后耳中，受罪的是她。我只怕她不敢闹。阿月这些日子越发目中无人，不敬亲娘，今日还以下犯上打长姐，趁她未出嫁，必须跪祠堂思过。阿月不像无故动手的人，会不会有误会？都肿成这样了，还能有什么误会？我只说她守着那么多嫁妆，有什么好得意？她别动手打我。二小姐到。你可知罪？阿娘，大姐有罪，我已替您惩罚过她，您再罚她跪池塘也是应当。逆女，你打了长姐，还敢要她跪池塘？阿月，把话说清楚。大姐到海棠院说我嫁给一个半死之人，她咒骂的是恭亲王，这话出自将军府嫡女之口，是要害全家。孙嬷嬷随时会回府，若传到皇后娘娘耳中，圣上又会如何看白家？会不会以为是阿娘教大姐这样说的？这只是你一面之词，旁人根本不知道阿晴说过什么。我院中婢女都听见了，至于有没有路过的下人听见，谁也说不准。阿娘怎能当作没发生？
你怎么这么糊涂？到现在还替他狡辩？阿月做得对，恭亲王是皇后娘娘的命，若叫孙嬷嬷听去，咱们将军府担不起。我会约束海棠院的人。阿娘让大姐罚跪，正好也让皇后娘娘看见将军府的态度。就这么办。阿晴跪2个时辰，百嬷嬷留下监督，谁也不许求情。你不问缘由就要罚阿月，阿晴是你女儿，阿月就不是。幸亏如今不是你掌家。阿娘，我不知内情，本想让她们姐妹一起跪。阿月没有错，好孩子，祖母还见谅，不会让你受不明不白的委屈。事关将军府，我不怪阿娘，她也没想到大姐会说出这等话。老二，盯紧府上下人的嘴，别让人传到宫里。阿娘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娘，祖母我不要跪，三殿下若知道会怎么想我？没人会知道你在祠堂罚跪。阿娘，你说呢？我竟不知你还有这等能耐。不过为将军府着想，孙嬷嬷随时会回来，阿娘还是先让大姐跪吧。大小姐，老夫人命老奴监督，请跪。娘，我不跪。阿晴，跪下，我会替你瞒住消息。娘，白希月打我，害我跪祠堂，凭什么祖母还重视她？你别去主事，让她在皇家面前丢脸。不，我要去，还要叫人来帮忙。为什么？你还要帮她？我恨不得没生过她，怎会帮她？皇家下聘给父母的礼最丰厚，若由我主事，我便能想法子站下来。那娘要叫谁？你表哥刘氏以为过亿白云纹就能掌家，我也能把娘家侄儿过亿到名下。走，老夫人等久了。皇家过几日便来下聘，将军府如今没有主事的男人，接待宴不能失礼，操办之人需慎重。阿月，你是如何想的？皇家下聘是家国大事，府中男丁凋零，宫中也知情，不如名臣缘由，请官府派衙役维持秩序。宴席请城中厨行承办，管家统筹采买账目，祖母只需过目主持，既周全，也不累着你。好办法，找官府不失礼，厨行也稳妥，将军府只需做抉择，此事就这么定。祖母，这毕竟是万不得已的法子，外人会不会笑话将军府不重视皇家？我操办过许多宴席，阿月也是我的女儿，还是我来更妥当。你大病初愈，经不起劳累，请厨行花些银子，省心。官府一事，我会写明缘由送入宫，请礼部尚书做主。女儿出嫁，我想亲力亲为，累一点也无妨。娘不必为难，祖父亲自为我做主，我心中无憾。你若真有这份心，平日就多关心阿月，别动不动污蔑她。宴席照阿月说的办，等你身子大好，再给阿晴操办婚事也不迟。娘，我没操办过大宴，帮不了大忙。若您不嫌，我愿在旁打下手。既然娘已定下，我也不好多说。只是将军府始终缺个男丁主事，不如请我兄长的长子过来帮忙。他稳重知礼，又爱护表妹，由他以阿月兄长身份跪迎，也撑住场面。博文年纪太小，确实不合适。既如此，就让你娘家侄儿来帮一帮吧。云叔，许久没来将军府了，随姑母进去。姑母先行。不必多礼，我带了些糕点，诸位忙完去尝尝。表妹婚事辛苦你们了，多谢表公子。姑母，礼都备好了，先去拜见老夫人吧。夫人到，大小姐到，表公子到。娘，看我带了谁回来？云叔给老夫人请安，见过二婶婶、二表妹，薄礼一份，还望不嫌。听闻老夫人礼佛，这尊南海白玉观音曾请高僧开光，今日特意带来。你有心了，表公子太破费了。这是给二表妹的，看看可喜欢。多谢表哥。正是又把她带进府，前世过继的念头果然还没动。祖母与二婶已掌家，只要断了她最后的盘算，出嫁后府里也有人能制衡她。表妹，怎么一人在这里？早膳用多了，出来消山。表哥怎么也来了？你方才走得急，忘了拿这个，我寻着送来，正巧见你在此。表哥的礼太贵重，也不太适合我，不如给大姐。阿晴、阿兰都有，唯独二表妹不收。你快出嫁了，这是兄长给你的天香礼。如此，便多谢表哥。不如我替表妹试戴，看看合不合适。与理不合，还是让婢女来吧。表妹嫁去恭亲王府，
实在委屈。我嫁去做王妃，是府中唯一女主人，何来委屈？荣华富贵再好，也不及与心悦之人相伴。你豆蔻年华，却要陪一个昏迷之人。表哥能帮我什么？漫漫长夜，若表妹独守空房，想找人倾诉，也可与我说。我念你是表哥，此话当你胡言乱语，以后切莫再说。我只当你是亲妹妹，一时为你难过，才失了分寸。我嫁入恭亲王府，是我自愿，心中欢喜。如无他事，我先回去了。你嫁给昏迷之人，守活寡一辈子，真的甘心吗？我不甘心，那不如让大姐去嫁。圣旨已下，无法更改。我只是说，你日后孤单辛苦来找我，我必帮你。绝无可能，兴许这才是表哥的真面目吧。等你进了恭亲王府，自会知道我没说错。小姐，表公子这2日事事亲为，倒像真把小姐当亲妹妹疼。夫人与小姐才是亲母女，可用心还不如表公子。你们觉得他对我很好，至少这2日府里上下都看在眼里。别忘了，他是夫人的娘家人，他会越过夫人帮我。无缘无故的好，必有所图。夫人那边的人都小心。母妃今日心情不错。将军府无人操办接待宴，敬请礼部和官府出面。女方没人，男方那边也未必有人。大黄庸身份贵重，朝中重臣多不愿替他出面，若只剩礼部尚书，分量便轻了。本宫等着看皇后的笑话。倒是你和白以晴也该一婚期了，若早日有子，储君之位更稳。不可让父皇觉得我们心急，待大皇兄成吞后再定，才显得我正经兄长。娘娘，傅太师回信了。傅太师答应了，先别传出去，让翊坤宫空欢喜一场。本宫这就去见皇上。王爷，查到眉目了，疑似之人在将军府中，明日下聘。皇后娘娘请了傅太傅为正使。本王亲自去。竟是傅太师，恭亲王的恩师出面，名正言顺。黄金1000两，白银5000两，玉器1箱，珍珠玛瑙1箱。皇后娘娘口谕，头面饰品等物是单独给白二管家添香。皇家聘礼全部随阿月出嫁。你就是要与阿景成亲的姑娘，不错，你俩般配。回傅太师，正是小女。祖母，我先失陪一下。我去看看表妹发生何事。扶我回海棠院，不用太快，让她跟上。小姐，奴婢先扶您回海棠院，再去传府医。小姐，就照青梅说的做吧，别让宾客瞧见。扶我回海棠院，不许任何人进去。表妹，你怎么了？走，别理他。站住！我看看表妹怎么样。小姐，摔疼没有？无事，你出去，和青梅一起拦住他，做得越像越好。表妹怎么样？我要亲眼看看才放心。我家小姐歇一歇便好，请表公子止步。再不让开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表公子请自重，小姐说了无事。表妹，你怎么样？表哥，我头好晕，好渴。茶来了，喝吧。不喝，茶里有毒蛇，表哥喝了我才信。好，表哥喝给你看，喝完你就乖乖喝水。表妹，你看，没有毒蛇，这里没人，你跟我好，
不会有人知道。恭亲王半死不活，护不了你。那些茶水怎么可能？恭亲王光明磊落，不像你表里不一，比你强10000倍。小姐，你有没有事？表公子闯进去了。我无事，把他搬上床。青梅，你照我说的去办。表公子，正是今日敢动手，必有后招。我们先去祠堂，等他自己撞上来。出来吧，若你听话，我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。二妹怎么这样想不开？幸好还没人知道，我们还能替她遮掩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臣妇教女无方，小女儿竟在家宴做出丑事，臣妇不敢欺瞒天家。阿娘，这怎能怪你？二妹妹这么大了，哪能事事管着她？胡说八道！荒唐至极！小女荒唐，污了傅太师的眼。今日家丑，还请尚书大人回禀皇上，阿月与恭亲王的婚事全听天家安排。娘，你胡说什么？这家丑与我和恭亲王的婚事有何关系？表哥怎么和阿娘身边的姑姑这般荒唐？你怎么在这里？不是表公子让奴婢来这里的吗？我何时让你来？你一个贱婢，也配让本公子看上？怎么是你们？阿娘这般失望，莫不是希望里面的人是女儿？哼！不要什么人都往将军胀气。老夫告辞，还望老夫人监管府中，莫影响二小姐与恭亲王的婚礼。今日让诸位见笑，是老身失察。管家送傅太师和尚书大人搬圈椅。老身就在这里问清楚。白日宣淫，还当着朝廷重臣的面，你们把将军府的脸面置于何必？正是，这就是你的好娘家人。母亲，方才阿月身体不适，云舒才跟去查看，这其中一定有误。祖母，孙女从未说过不是，方才离席是去祠堂告知列祖列宗下聘之事，这是刚取下的经文。这卷经文老身早上上香时见过，确在祠堂供奉。我未到过这厢房，表哥说茶水有异，不如让人验一验。回老夫人，茶水都是满的，没有异样。茶水确实有问题，是表妹让我倒水，还说水里有毒蛇，我先喝才晕了。至于这婢子为何在这儿，我不知道。表哥为何与阿娘说辞一致，非认定我在此与人苟通？我从未来过这里，你既做了，就该给这婢女一个交代。你胡说！云舒怎么可能看上这贱婢？婢女的命也是命，脸面也是脸面。阿娘和表哥是不愿认了。够了，把你娘家人带回去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今日这笔账，我会同郑家算清楚。老夫人，我真没有做过，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。你在郑家如何，我管不着，在将军府就守将军府的规矩。娘，此事一定有误会，云舒不是这种人。我还没老眼昏花，是非黑白看得明白。大嫂信娘家人，却不信亲生女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二小姐不是你亲生的。不关你的事，少插手。白夫人慎言，二小姐已是圣旨认定过皇家人，你出言诬陷，老奴会如实禀报皇后娘娘。你冥顽不灵，回院子思过，想不明白就别出来。阿月出嫁，有没有你送都无所谓。来人，送夫人回院，把这婢女送去郑家，让他们知道郑公子做过的事。夫人，求您救救奴婢，奴婢不想去郑家。都是你这个贱婢，害云舒名声尽毁。不是奴婢，还敢说不是？难道云舒会看上你？夫人别提了，是奴婢勾引表公子。是我小看你了。过奖，越比不上你。小姐，外头有风声了，都说郑家大公子在府里行为不端，郑家却说是夫人身边的婢女设局勾引。那婢女今夜暴毙，一张良权早着送出府了。她跟了夫人10多年，夫人竟一句话不说就……她替郑氏做过不少这样的事，如今轮到她自己，也不算无辜。郑家要泄愤，郑氏要保郑云舒名声，只能让她顶罪。可这根刺已经扎进郑家和郑氏心里了。明日还要进宫谢恩，早些歇吧。王爷，外头都传开了，
郑云舒在将军府同他姑母的婢女乱来，傅太师和礼部尚书也撞见了。您白天进去可瞧见热闹？没有。可惜了，不知这事儿同准王腔有没有关系？你对白希月似乎很满意。王爷认可的人，属下自然满意。那王爷今日去将军府，可查到什么？那人藏得太深，此事急不得。只是半月后成亲，王爷可要亲自拜堂。若不便，抬着去也行，或者设在正院，属下扶着您。选职攻击，再有想法，你自己去拜。那不成，属下明白，属下告退。去，把前头那宫女引开。白二小姐，请在此稍候片刻，奴婢去就来。想不到在宫里见到你。臣女见过三殿下，臣女还有要事，不打扰殿下了。我并非有意唐突，只是想问你其父是哪位大臣？臣女姓白，家父镇国大将军白得意。按规矩，三殿下该唤我一声准皇嫂。是白希月。下次再见，记得叫皇嫂。三殿下还去太后娘娘那儿吗？不去了，回翊坤宫。阿月来了，很快你就该改称谓了。孙嬷嬷说你在将军府受了委屈，可要本宫帮你。臣女自己能解决，不敢劳娘娘费神。好，若需要本宫出面，尽管开口。谢娘娘抬爱。你和景耀婚事将近，本宫备了天香，你可还有什么需要？娘娘给的已足够多，臣女惶恐，也铭记娘娘厚爱。你以后是景耀的王妃，也是本宫的女儿，给再多都不算多。本宫听说方才你在外头见到三皇子了。是，臣女等带路宫女时，三殿下经过。回娘娘，路上慈宁宫嬷嬷叫奴婢离开片刻，白二小姐便在原处等候。你和三皇子以前常见？只远远见过一面，并无话聊。刚才他问臣女身份，臣女告诉他，日后该叫臣女皇嫂。三皇子不认识你？兴许不记得，毕竟从前也不算真正见过。你和他没有缘分，没见过便算了。你今日去看景耀，他可还安稳？王爷气色比臣女想的好些，臣女已请人将婚房设在王爷院中，日后也好照看。你有这份心，本宫记下了。一来便这副脸色，莫不是不想见本宫？上回商议换亲，母妃见过白希月。今日将军府进宫谢恩，你见到他了？他和传言不一样。你这话是何意？后悔换亲了？儿臣没有，只是突然见到，说说而已。没有最好。你和白以晴婚事已定，白希月也要嫁给谢景浩，你最好别同他再有牵扯。一拜天地。如此，也算夫君亲自揭了红盖头。夫君不能饮，便由我代劳。今日的礼算成了。王妃，是奴婢银珠。进来。祝王爷王妃白发齐眉，3年抱俩。老奴有些话想单独同王妃说，若王爷能亲眼瞧见王妃今天的模样，该多好。王妃，这是皇后娘娘让老奴转交给您的。等老奴出去再看。娘娘说，有些事王妃也可主动些，不必非要2个人都醒着。老奴今夜就在门外，王妃有事唤一声便是。母后这是为难我呢。你躺着什么都不用想，倒叫我主动给你看。是谁把你安置在中间的？今夜你睡里侧吧，我明日还要早起。失礼了，这样兴许好挪些，你忍耐点。王妃把娘娘的话听进去了，走远些，别扰了洞房花烛。你可真重，躺了半年也不见瘦。罢了，就这样睡吧。我们成亲了。从前只听说王爷威名震赫，高不可攀，没想到有一日会成了我的夫君。你如今昏迷不醒，
我便替你守好王府，等你醒来的那日。晚安。王妃，该洗漱进宫了。王妃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奴婢进来了。进来吧，我睡在外侧，醒来一时不备摔了。王妃进宫前，老奴有几句话想说。昨夜给您的画本可看了？看了。那昨夜如何？老奴方才看过床榻，什么都没有。进宫后，皇后娘娘会问。我主动了，是王爷，他不行。老奴昨晚也瞧见王妃费力了，王爷昏迷太久，难为王妃，还得继续努力。孙嬷嬷打算怎么帮我？皇后娘娘会赐良药，御医说不伤身，老奴做成药膳，王妃与王爷同服，祝娘娘早日得偿心愿。娘娘膝下只有王爷，若王妃能有王爷血脉，于娘娘于王妃都是依靠。好，我会努力的。王管家，我来伺候王爷洗漱。你们去府里走走，熟悉熟悉。进来不知道敲门了。王爷如今是昏迷之身，外边多了人，属下做戏得做全套。下次就算不敲门，也注意点。王爷，昨夜您和王妃同处一屋，可有发生什么？你希望发生什么？属下是怕王妃发现您醒着，坏了计划。我看你不像担心我，别忘了正事。属下时刻记着，只是听孙嬷嬷说让王妃努力，还要给二位补补，属下什么都没说，这就去忙。王妃今日先拜太后，再见皇上皇后，礼仪简简，稳住便好。有劳嬷嬷。孙喜给皇祖母请安。好，这是皇祖母给你的，往后你就是皇家的人，自有皇家护着。多谢皇祖母。儿臣给父皇请安，给母后请安。好，赏。王妃，这是皇上赏您的5000两黄金。谢父皇。今日大喜，臣妾也添个喜。这是臣妾送给阿月的见面礼。巧不巧，臣妾送的竟与皇后姐姐一样。妹妹有心了，阿月收下吧。多谢皇贵妃。三皇子莫不是不知道怎么叫人？老三要叫皇嫂。皇嫂，这是给你的见面礼。多谢三皇帝。本宫让孙嬷嬷给你的东西，你看了吗？看了。听孙嬷嬷说，昨夜并没有什么进展。夫君没有反应，儿臣也没有法子。难为你了。本宫这样做，不只为阿景留后，也是为你。你嫁进恭亲王府，多少眼睛盯着，若一直无后，闲言碎语、皇室纷争都会压到你身上。母后放心，儿臣都明白。孙嬷嬷会留在王府帮你，御医备了补身药，你和阿景同服，对她无害。只是你也要努力，明白吗？儿臣明白了。听说你住在皇兄的院子。我们夫妻的事似乎不该告知三皇帝。我是关心皇兄，还有我年纪比你大，你叫我三皇帝不觉得奇怪？我嫁给你大皇兄，按宫中规矩便是你皇嫂。下回见面，三皇帝还是换皇嫂为好。三皇帝这是何意？我还有话没说完。皇兄昏迷这么久，你没必要同他共住一院，就算分开，也没人会怪你。我睡哪里都是我们夫妻的事，三皇帝管得太宽了。焕清对你不公平，我从未想伤害你，如今只是想看看能不能帮你。你不来管我们夫妻的事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忙。若再拦我，我不介意让皇贵妃知道。王妃，药如何服用？
下官已交代孙嬷嬷，恭亲王爷身子经不起太大折腾，切记不可太过。谢御医，我有分寸。王妃还年轻，只要肯用心，子嗣总是容易盼来的。王妃，府中下人都在这里，账本、钥匙、亲王印也都交给王妃过目。正院若要添人，请吩咐我。账本我慢慢看。正院有我的婢女赵嬷嬷、孙嬷嬷和杂嫂婢女，暂时够了。都上前报一报，让王妃认人。小聪从前随王北境征战伤了腿，如今在府中看门。小的断了2指，不能再握刀，现管库房杂物。小的曾是王爷牵兵，如今听王管家调派护院。老奴姓杜，原管内宅，往后愿同赵嬷嬷一起听王妃差遣。外教门房、马夫、更夫30几人，内外杂役40几人，厨衣、绣娘30几人，另有账房先生1名，共120余人。王爷身边平日有属下和2名暗卫伺候，正院不许旁人随意进出。诸位仍做原来的差事，自明日起，早膳每人添1个鸡蛋，午晚膳各添1道荤肉，午休歇2刻风。奴婢谨遵王妃教诲，谢王妃体恤。属下谨遵王妃吩咐。你们是王府老人，尽职尽守，我护你们晚年安康。若有人心思不纯，损害王府，我也绝不姑息。王管家还有事？王爷昏迷初时，皇后娘娘忧心，却不能时时出宫，便让林夫人在王府后墙开了一扇门。林家与王府一墙之隔，如今两府相通，林家人常来探望王爷。王妃若得空，也可见见他们。林夫人，皇后娘娘的胞妹。正是。我知道了，账本看完后，我会择时见他们。王妃，这后门一开，岂不是把王府大门都让给林家了？王管家特意提醒，怕是林家不好相娶。门在我嫁进来前就开了，他们只怕比我更熟这座王府。还以为小姐嫁进王府能清静些，该叫王妃。是王妃。那林家人，王妃还见吗？见，但什么时候见，得由我做主。夫人，王府那边没动静，王妃进宫回来也没有来林家的意思。会不会是王管管还没告诉他？他不知道咱们和王府只隔一堵墙。不会，他一进门，王毅必会说清楚。那他为何还不来见阿娘？阿娘是长辈，不必自降身份。若今日他还没动静，我和妹妹去王府探探，也提醒提醒他。别急，先看消息。今日之内若他不来，你们再过去。王妃，这些全记在王府进账上。王府下人1荤2素，林家每日8荤5素2羹汤，连林大人生辰宴也从这里出账，半年几万两。王妃，可有奴婢能做的？去告诉王管家，账我看完了，往后林家一切外账需先请示我。奴婢去端些点心，小姐先垫垫肚子。去吧。你倒躺得清闲，林家半年寄走3万多两，再这么下去，王府都要被他们吞了。还有，今日皇后娘娘和孙嬷嬷都让我努力，可这种事哪是我一个人努力就成的？林家若真顾念你这个外甥，就不该把王府当钱袋子。你养着那些旧部老弱，我知道。如今我是王妃，便替你守住这里。对了，我早上说你不行，皇后还让御医送了药，你若喝了真有反应，我可怎么圆？不行，我得检查下你的身体，话本里也许有法子。夫君，得罪了。奇怪，我只是摸了几下，你脸色好像好了些。你怎么能这样？看来说王爷也不行是不成了。可我若咬定他不行，孙嬷嬷总不能亲自来验吧？王妃，正好今日该给王爷擦身，属下过来伺候。擦身？今日？是，隔日一次，今日正巧轮到。不必了，从今日起，由我亲自给王爷擦身。王妃亲自擦？那属下帮王爷把衣裳脱了？不必，
把水放下，你们滚出去。一日不擦，王管家也未必知道。王管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地板上有灰，属下顺手擦擦。王爷已经擦完了，水端走。小姐，孙嬷嬷在膳房亲自煎药，药味古怪的紧。那药是给谁喝的？那是母后命御医备下的催情生子药。她如今是个废人，这药若是灌下去，我今晚怎么交差？王妃，药煎好了，趁热给王爷服下吧。御医说连服7日，气血通畅，对王爷身子有益。嬷嬷辛苦，先放着吧。王爷刚睡稳，等他醒一醒再喂。王爷昏迷之人何时醒都一样，老奴来喂，王妃在旁看着便是。嬷嬷在膳房忙了半日，先下去歇着吧。这里交给我。嬷嬷，您煎药辛苦，王妃特意让我给您备了盏冰糖雪梨，这会儿正好入。